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卖EG的分析，一探这个之前长期依赖政府的公司。那么今天我们换个主题，来聊聊一家之前小编很看好的潜质型公司。关于这家公司，小编之前在1月6号股价在107.20仙的时候，也在交易群发过分析，之后也有很多学员获利其中。那么今天就来向大家聊聊它的厉害之处。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它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呢？它就是 Lagenda Properties Berhad。一些人可能对这家公司会觉得比较陌生，所以小编我会先来让大家了解它的业务。他们主要的业务是房地产，主打的都是一些可负担的房屋。与其他房地产公司不同的是， Lagenda 不建高楼，不做豪华公寓，而反其道而行的建起了便宜的可负担房屋。他们的房屋平均售价都位于15万到20万左右，而且他们的目标群体都是一些 M40 和 B40 群体，公务员和军警。他们通常都会购买一大片土地，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小城市。就比如他们在Setiawan新建了1万间单层排屋，并且用了5年就完成了。因为如此，他们的土地成本也非常的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 profit margin 毛利率介于28%至30%左右，会比业界的高。那么既然小编我把它说的那么好，为什么之前 Lagenda 都没有火起来呢？而且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他们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这个又要从他们的上市说起。他们的上市其实并没有通过 IPO， 而是通过 Reverse Takeover， 也就是俗称的买壳上市。而他们上市之前，这家公司就叫做 DBE Gurni Resource Berhad。你们可以到他们之前的 Quarter Report 看，都不是写着 Lagenda 的名字。此外，这家公司之前的信誉一直存在着问题，所以当 Lagenda 悄悄的买壳上市过后，还是有很多人误会他们是之前的公司，所以一直不受别人看好。就算上个季度发出了亮眼的季度报告，市场还是不予理会。但是这也跟房地产暂时没有趋势和他们做的 private placement 私下配购脱离不了关系。关于 private placement 我们等一下会说到。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当做例子的季度的表现如何。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最新季度的收入是 194.7 个 million， 而盈利是 49.8 个 million， 至于盈利率则是 25.6%， 可见得非常亮眼。公司也表示，截至2020年9月30号，他们现有的工程的总销售为550个 million， 而且还有 480.4 个 million 的 unbilled sales， 也就是未开票销售。这个 unbilled sales 是还未记录在公司 cash flow statement 里面的哦，也就是说未来公司的现金还会再增加，而且现金对房地产公司的扩张至关重要。另外，剩余的发展总值 GDV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为1870个 million， 这也代表着公司还能卖出这个总值的房屋，并且贡献于他们的收入。此外，公司也表示他们会继续发展他们可负担房屋方面的业务，并且在新冠肺炎的打击下继续扩张。那么这个 Lagenda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是什么让它在马股的众多房地产股里面显得独树一格呢？那么就如首先所说的，他们的业务模式是马股房地产内算是最特别的。人家通常都是买一小片地然后起高楼，而 Lagenda 却是买很大片地之后新建很多可负担房屋，而且 Lagenda 的工程都是在外围城市，不会新建在主要城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们的房屋和城市规划图是可以复制在其他新的项目上的。这样一来，新的项目就可以 copy and paste 上去，就能节省下成本开支。说完了他们的长处，我们来说说之前他们的股价一度低迷的原因。这是因为老板做了2次 private placement。在马股内，投资者们最怕的莫过于2件事，一个就是 right issue， 另一个则是 private placement。而 Lagenda 却在短期内做了2次 private placement 私下配售，
第一次是在8月24号完成了50个 million 的 private placement， 第二次则是在1月12号宣布第二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 private placement 完成了，数额是85个 million， 而此次的 private placement 是做在1令吉11仙，并且这个消息出来后，第二天拉杰纳的股价也从1令吉21仙飙升到了1令吉40仙，也让很多人后知后觉。那么为什么拉杰纳做了 private placement 后股价大涨呢？小编估计这跟他们 private placement 的 subscription rate 有关。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阶段 private placement subscription rate 就高达179%，也就是 oversubscribe 了79%。那么第二阶段的 subscription rate 更是高达213%，由此可见，他们得到了许多投资者的信赖，而且市场也看好这家公司的前景。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拉杰纳都起了那么多，现在还能入场吗？会住套房吗？股价有没有被高估？这里小编就帮你们算一算它准确的 PE， 因为现在看到的 PE 是加入了之前 DBE Gurney 的收入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准确。我们先做一个最坏的假设，也就是公司全年赚的钱只有94个 million， 也就是超级保守的估计，因为这个季度拉杰纳都赚了49个 million， 要赚多过94个 million 完全是易如反掌。那么我们看到拉杰纳现在的股票数量是818个 million， 而如果 earning 是94个 million， 股价是1令吉44仙，那么 PE 就会是 12.48。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 PE 有被高估吗？拉杰纳的盈利有可能会停留在94个 million 吗？小编个人觉得拉杰纳是一家基本面很扎实的公司，未来的发展令人期待。虽然房地产的趋势还未到来，但是相信一家好的公司只需要等待，股市有一天将会还它一个闪亮的舞台。此外，应该还有很多人是还在观望，等待拉杰纳多几个季度的报告出来后再做决定，毕竟是一家新的公司。那么小编也相信，如果未来几个季度拉杰纳都保持不错的盈利的话，肯定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在这里，小编也将把之前1月6日做过的拉杰纳的一部分报告送给你们。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完全免费的哦。此外，小编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又再次开放给新会员加入了。在这里，小编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点击连接，直接联系小编的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1月31号前报名的朋友有优惠哦。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你们觉得这家基本面如此扎实的公司还适合投资吗？你们喜不喜欢小编分享这一类基本面好的潜质公司呢？还是你们觉得房地产暂时没有趋势？可以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